大伯，我爸刚在海里遇难，你就要分家？你爸都死了，不分家，难道还想讓我白养你们娘仨这几个累赘？趁着今天村长在，你赶紧把字签了，然后村口那间木房跟旧船歸你，以后咱们两家就各过各的。大哥，那房子漏风漏雨，船破的还没办法下水，你这是想饿死我们娘仨儿啊！刘翠兰，你跟你儿子有手有脚的，饿死了还想怪谁？大伯，这些年家里全靠着我爸出海养活，这瓦房是我爸出钱出力蓋的，码头摊位也是我爸出钱盘的，现在他不在了，这些东西凭什么全歸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你爸姓张，他给张家挣钱天经地义。难道他活着的时候吃的饭不是张家的？爷爷，我爸出海攒的钱是交给你保管的，大伯不给我分其他东西就算了，但我爸留下的这筆錢，你總得給我吧？張家以後還要靠你大伯撐着，這錢是留給你大伯的。張平川，你還好意思伸手找家裡要錢？這些年，你爸又是修船，又是給你妹這個藥罐子看病，哪一樣不要錢？堂哥騙人，苗苗的藥都是哥哥拿海貝換的。死丫頭，再敢插嘴，信不信我揍死你？錢你們可以吞，房子我也可以不要，但是你敢動我媽跟我妹，我跟你拼命！夠了！張平川，你大伯還給你分一間房子一艘船，不錯了。只要你敢幹，至少不會說餓死。這合同村裡已經蓋章了，你今天不簽也得簽。平川，不能簽，媽沒啥本事，你妹身子還弱，分了家我們都只能拖累你。媽，你這說的什麼話？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不會餓到你們的。這分家合同我簽了，但這筆賬我遲早會討回來的。得加把勁兒了，家裡已經沒有什麼吃的了，明早就要出趟海碰碰運氣了。哥，你還不睡嗎？淼淼，你困了先跟媽睡，哥還不困。哥，你怎麼了？吾乃東海龍王，今日你以血喚醒龍魂，便是天命所歸。本王將一身傳承盡數賜你，從今往後由你執掌海域。神龍訣，這是修煉的功法，渾身都好像更有勁兒了。哥沒事，淼淼你快回去睡覺，哥修完船就進來。好。方圓1公里的海下，我竟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還能在水中自由呼吸行走。過來，還有控水的能力，那往後這海底豈不是我的寶藏，有取之不盡的財富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帶着媽跟妹妹過上好日子。媽，咱們早上吃螃蟹。這麼大的青蟹，小川你在哪兒弄來的？昨晚修船時順手在海邊抓的。這2隻應該值點錢。小川，你一會兒還是拿去碼頭賣了，換點米回來吧。媽，原來大伯們不捨得給咱家吃肉，這青蟹你就先做了吃，補補身子。您放心，往後我出海不缺這些東西。喲，還吃上大螃蟹了，那是不是債也該清清了？劉哥，我們家什麼時候欠你錢了？你男人張二海當初為了修船，找老子借了3萬塊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。現在他死了，老子來找你要錢，沒問題吧？修船？當初修船錢不是我大伯張大山出的嗎？哼，那老子不管，反正欠條是張二海打的，現在他死了，這債就得你們來還。給我住手！勁兒還怪大的，給老子上！給他點顏色瞧瞧！小川，小心！
小子，别以为你能打老子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你今天要是不还钱，老子就安排人天天堵在你家门前闹。哥，这债我认，等我下午出完海，3万块我一分不少给你。出海？一趟海你想赚3万？他妈的想钱想瘋了吧？就是，你以为你是东海龙王啊？小川，赶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妈，您别担心，我有把握。行，老子就给你1天时间。太阳落山前，连本带利，你要是拿不出3万3千块，老子连你这破房都给你砸了。哼，我们走。小川，没伤到吧？你这孩子，出趟海怎么可能赚到3万块？这点钱你拿上。你先带着淼淼去城里躲段时间，债的事儿妈来想想办法。妈，你知道的，我既然说了这话，就肯定有办法的。听说了吗？张平川给刘麻子说，出趟海就能赚够3万块还债。年轻人就是敢说大话，他都没出过海吧？是的，别到时候跟他爸一样，也掉海里淹死了。小川，刘麻子的事儿我听说了。你第一次出海没啥经验，船也不结实，这趟你就跟我一起出海吧。到时候渔获卖了，还差多少钱，我再给你凑凑。赵爷爷，不用的，我这船虽然是旧了点，但捕鱼不含糊。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没出过海，咋捕得到鱼？我都在海里干了40多年了，都不敢保证一天賺得到3萬多。沒事兒，您放心好了。這孩子就是犟。這些年近海的魚都被包得差不多了，看來以後想要賺大錢，還是得換條大船去深海去了。小船，別往那邊去了，那片海是個死礁，沒有魚的。野生大黃魚，領頭的魚王看起來快有10斤了。沒事，趙爺，我過去碰碰運氣。就那頭大，應該值不少錢。這大黃魚還挺聰明，還好有控水的能力，不然真讓你給跑了。至少估計有10斤，還債應該夠了。小川該回來了吧？趙爺，怎麼？你還在等張平川那小子啊？這都什麼時候了，他還沒回來？我看8成是跟他爸一樣淹死在海裡了。那是你堂弟。可別這麼說，昨天我們就分家了，他從來都沒出過海，哼，還非要一個人往海裡鑽，死了也是他活該。都這個點了還沒回來，估計是懸了。哎，又有船回來了，好像是張平川。你小子怎麼才回來？趙爺，我這船跑得慢。沒事，能回來就好。能回來算什麼？別忘了，他還欠着劉麻子3萬塊呢。要是還不上債，有他好受的。張耀芳，你怎麼知道我還不上的？這還用猜嗎？就你這個沒出過海的廢物，能抓到什麼魚？再看看我，不僅滿倉，還全是虎頭魚，總計有286斤，這麼多！小芳，你這趟可能賺不少錢啊！那當然。張平川，看見沒？這才叫出海，不像你開個破船，別一桶小魚都沒撈到吧？不會真空船回來的吧？小川，你這趟沒捕到什麼魚也沒事兒，欠劉麻子的錢還差多少？我給你湊湊。不用，趙爺，我捕的魚夠還債。還嘴硬？那你倒是給我們看看，你捕到啥了？這是野生金貝大黃魚。不可能，你第一次出海，怎麼可能抓得到這麼大的野生大黃魚？魚在我水箱裡放着，不是我抓的，難不成還是你抓的？小川，你這條大黃魚有多重？10斤6兩。這麼大的野生大黃魚，我在海上幹了40年都沒見過。張平川這哪是捕魚啊，這是抓了一條金磚回來。張耀華，剛才你不是還笑話我抓不到魚，還不起債嗎？現在魚在這兒，你說我還得起債嗎？你這麼大，小川，這條金貝大黃魚4萬塊賣給我行不？現結，我出4萬5，我出6萬。
这不是城里京城大酒店的蘇老闆吧？怎麼也來了？一條魚賣6萬，我半年都賺不到這麼多錢。今晚酒店要接待貴客，普通的海鮮根本鎮不住場。這10斤重的野生金貝大黃魚，必須拿下。小兄弟，這條魚我出6萬，同樣現結，賣不賣？蘇老闆，你這價是不是給的太狠了？這條金貝大黃魚值這個價。蘇老闆價給的最高，這條魚賣你了，6萬塊，你點點。沒問題。我是城裡京城大酒店的老闆蘇清月，這是我的名片。以後還有這種稀罕貨，都可以直接給我打電話，我全收，並且保證至少比市面上的價格高3成。好，蘇老闆放心，以後有這種好貨，我第一時間聯繫你。小川，不錯，有出息了，以後你媽跟你妹妹有福享了。不就是運氣好抓到一條大魚嗎？有什麼了不起的？我就不信張品川你能天天有這樣的運氣。用不着你操心，趙爺，我就先回家了，我媽跟妹妹還在家裡等着我。張品川，你拽什麼？我現在就去讓我爸收拾你。媽，哥哥怎麼還沒回來？劉翠蘭，欠老子的3萬3，是不是該還了？小川還沒回來，等他回來了一定還你。都什麼時候了，他出海還沒回來，我怕是死海裡了吧？就他那條爛命，賣了都不值3萬。你胡說！我哥哥一定能回來。說不定他就是丟下你們2人自己跑了。媽跟淼淼看到這些東西一定很高興，再多出幾趟海就能建座新房子了。劉麻子，你找死！敢动我妹，你找死！小川，媽就知道你能回來。媽，淼淼，別擔心，我回來了。張平川，你回來又怎樣？欠條在這兒，你拿不出錢，你妹照樣要抵給我。小川，沒錢，那就給我滾開！你幹什麼？想賴賬？你劉麻子，誰告訴你我沒錢了？你一個毛頭小子就出一趟海，能回來都算不錯了，還想賺3？你騙誰呢？哼！睜大你的看看，這是什麼？這麼多錢！哥，這小子真發財了。小川，你這錢……媽，你放心，這錢都是我今天出海賣魚賺的。哥哥真厲害！少廢話，既然有錢，趕緊給老子拿來！張平川，你還敢躲？欠條上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，你還想賴賬？賴賬？那不會。老子先不跟你計較，先撿錢。我讓你撿了嗎？張平川，欠條已經給你了，你還想幹啥？欠條的債清了，但你欺負我媽跟妹妹的賬還沒清。張平川，你別太過分！你要是敢動我，以後你們一家別想在村裡安生。我媽乾脆改求你放開我妹的時候，你怎麼沒想過？別太過分！你想幹什麼？跪下，給我媽和妹妹道歉！不可能！讓老子給他倆道歉，以後老子還在村裡混不混了？道不道歉？給老子幹他！別打了，別打了！我道歉，道歉！我錯了，我知道錯了，我再也不來找你們家麻煩了。劉麻子，記住你說的話，從今往後，你再敢踏碰我媽和妹妹一下，我見你一次，打你一次，還不快滾！媽，
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負我们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小川，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对。妈，我看家里床有点硬，就买了2床新被子，先垫着凑合睡几天。还有这些米跟肉，吃完了我再买。哥哥，有给我买的吗？当然有了，苗苗，这新衣服跟零食都是你的。妈，也给你买了衣服。小川，这些东西应该要花不少钱吧？妈，没事儿，我今天出海捕了条大鱼，卖了6万。6万，这么多？对，还债还剩下2万多。小川，你长大了，你自己挣的钱自己拿着，不过别乱花，还要留着娶媳妇儿呢。这事儿还早，我先多赚钱点儿，给家里换個房子，總不能一直住在這個舊房子裡。爸媽，出事了！慌什麼慌？咋了？你不是出海去了嗎？船翻了？今天張平川那小子捕了一條大黃魚。一條魚能賣幾個錢？瞧把你急的！賣了6萬。多少？6萬！城裡大老闆掏現金買的，碼頭上所有人都看見了。6萬！他一個沒出過海的小崽子，一趟海能賺6萬！我親眼看見的，一條金貝大黃魚10斤6兩。那條破船可還是咱家分給他的，他靠咱家的船賺了6萬，憑什麼一分不給咱們？就是，那錢是靠張家的船賺的，就是張家的錢。走，去他家把錢要回來。割肉好香啊！香就多吃點，以後天天吃。小川，媽以前總覺得這日子熬不下去了，沒想到今天你就賺到了這麼多錢。媽，錢以後我還會賺更多的。你跟淼淼不用再省着過日子了。喲，分家才1天就吃上肉了。你們來幹什麼？張平川，你還真是捨得花錢，又是肉，又是新衣服、新被子的，錢還剩多少？跟你有什麼關係？怎麼沒有關係？張平川，你用張家的船打魚賺了6萬，這錢就該有張家的一份兒。昨天分家的時候，這船可是分給我們家了。昨天那是看你們娘仨可憐，才賞你們一條破船。現在出海賺錢了，你們還想獨吞？怎麼？我才剛賺錢，你們就惦記上了？當初我爸的錢給你保管，最後有分給我們家1分嗎？現在還想着我再把錢交出來？跟這小子廢話什麼？要不進去找，錢肯定藏屋裡了。不能翻，這是我們家。滾開！什麼你們家？這房子都是張家給的。張平川，你幹什麼？敢推我媽，你找打！小兔崽子，趕緊給我鬆手！啊！張平川，翅膀硬了是吧？連我這個大伯的話都敢頂嘴，還敢動手打你堂哥！大家都過來看看呀！張二海剛死，他兒子就翻臉不認張家了，賺了幾個臭錢就敢對親堂哥動手了。大家給我評評理，這小子今天靠張家的船賺了6萬，我們這些長輩過來問一句，他不但不認賬，還動手打人。就是，要不是我們張家把他養大，他能有今天？他再有錢，也是張家給他養大的。張家養大的。昨天是誰說我爸死了，不分家就要白養我們娘3幾個累贅？是誰把漏風的破房子和不能下水的舊船丟給我們，讓我們自生自滅？少拿昨天的事說，分家是分家，可你身上流的是張家的血，你靠張家的船賺了錢，就該把錢交出來。昨天趕我們走的時候，不是說以後2家各過各的嗎？那是氣話，一家人哪能真分那麼清？你們分我破房破船的時候，分的可比誰都清。少廢話！今天你要麼把剩下的錢拿出來，要麼就別怪我這個代伯親自進去搜。你敢再進我家一步試試？吵什麼吵？張平川，剛分家1天就動手打人，有什麼矛盾不能來村裡解決？他們闖進我家，搶我的錢，推我媽，我把他們趕出去還有錯了？什麼搶錢？
我们就是怕他年紀小，錢拿不穩，替他保管。這是你們的家事，怎麼鬧我管不了。但你打人，就是你的錯。家事。好，那今天就把話說清楚。大家看清楚，這是昨天委我簽的分家合同。陳村長，這合同是你蓋的章吧？是我蓋的。那合同算不算數？當然算數。好，合同寫得清楚，舊房和舊船歸我們娘仨，以後兩家各過各的。分家是他們逼我簽的，章是你蓋的。現在我靠自己本事賺了錢，他們又說我是張家人要進屋搶錢。大家說，這錢我該不該給？都給我閉嘴！這是我們張家的家事，夠了！大山，還嫌不夠丟人？回去！爹，我讓你回去！行了，既然都簽了分家合同，這事情就到此為止。張大山，這事兒再鬧就是你不占理了。小兔崽子，別以為出大海捕條大魚就了不起了。我看往後你捕不到魚了怎麼辦？哼！媽，人都走了，走進去接着吃飯。小川，現在咱們可給你大伯家得罪完了。媽，從大伯要跟咱們分家時，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沒有什麼親情可談了。往後我靠本事吃飯，也用不着他們幫忙。憑什麼剛分家，張平川那小子就能捕魚賺到6萬，還一分都不分給咱們？那小子抓的一條金貝大黃魚，比我一滿船的虎頭魚還值錢。我看他就是走了狗屎運。狗屎運？你真以為海裡的大魚能隨便碰上？爸，你什麼意思啊？張平川都沒出海捕過魚，不可能第一次就能找到大黃魚魚群。我猜，肯定是張二海死之前偷偷給他留了魚點。有可能，不然憑他怎麼可能出趟海賺6萬？這老二才給家裡賺了幾年錢，沒想到就死海裡了，還跟劉翠蘭生出來這個不懂事小畜生。耀芳，明天一早你跟着他去看看。沒錯，只要記住他在那片海找的魚，以後這些大魚都是咱們家的了。好，等我摸清楚路線，我看張平川還怎麼在咱們面前裝。媽，我去出海了，你跟淼淼在家小心，要是還有人敢來找麻煩，就給我打電話。好，小川你在海上注意安全。存款還有2萬多，再出幾趟海就能換新家了。張平川又要出海，他昨天運氣好，抓了條金貝大黃魚，不知道今天能抓到什麼。哼，年輕人第一次出海，運氣好是龍王庇佑，這次8成是要空着回來了。小川，昨天你能抓到大黃魚是好事兒，但今天海風大，你一個人出海別跑太遠了。趙爺，你放心，我這人命硬，海認我。今天海風確實大，要是變天了，恐怕這艘舊船就扛不住了。張耀芳，瞧見我捕到大魚眼紅了，想跟着我看看我在哪兒捕的大魚？那就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。張平川，你還是按捺不住了啊！這麼大的風浪，也要去魚點裡抓緊捕魚。看我找到位置後，我提前給你將魚捕光。前面就是暗礁區了，就看你敢不敢進了。這小子瘋了，這種地方也敢開進去？不對，他敢進去，說明魚點就在前面。這魚點我要定了！怎麼回事？糟了，撞礁了！這鬼天氣，船恐怕要沉了。這麼多馬鮫魚，
只是價格有些低，我這船裝不下太多。東星半，這麼多，果然風浪越大，魚越貴。給我起！這一趟又是大丰收，要趕緊聯繫蘇老板來收貨了。又有船回来了！药方，你怎么坐別人船回來了？咱家船呢？船撞上礁了。什麼？看到小川那孩子没？没。不用等了，张平川回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张平川回不来了。张药方，你把話說清楚，小船怎麼就回不來了？我親眼看見張新川頂着暴雨開進了暗礁中，你說他怎麼會回得來？什麼？而且，我船撞在暗礁上也是他害的，這船得你家賠。你船撞在暗礁上，關小船什麼事兒？他不用船撞我，我的船能撞在暗礁上嗎？不可能，小川不會幹這種事兒。你說不會就不會。現在你兒子張平川已經死了，我家船必須你拿錢出來賠。張大山，小川好歹是你侄子，你就這麼盼着他死嗎？你兒子死跟我有什麼關係？我家船壞了，藥方說是張平川撞的，那就一定是。有本事你讓張平川來作證啊！好啊，小川。張平川，你沒死？怎麼，我沒死，很讓你失望嗎？媽，放心，我什麼事都沒有。現在趁着大家都在，我來說說張耀芳的船為什麼會撞在暗礁上。那我問你，我的船在前面走，你的船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後面？我也是出海捕魚，誰規定那片海就你能走了？海這麼大，你哪兒不走？偏偏跟在我船屁股後面。對啊，早上我好像看見張平川走後，張耀天才偷偷跟出去的。不會真是想跟着小川找雨點吧？都少在這胡說八道！我家要不出海捕魚怎麼了？你管他什麼時候出去？我沒說他不能出海捕魚，可他為什麼不走平時的航線，非要跟着我過暗礁區？他自己本事不行，撞了礁，還能怪我了不成？我怎麼知道那裡有暗礁？你是張平川故意把我往那邊引。我引你來？我拉着你船走了。張平川，你少在這胡攪蠻纏！你明知道暗礁區危險，還故意往裡開，不就是想害我兒子嗎？我進暗礁區是為了捕魚。捕魚？你騙誰呢？今天這麼大的風浪，暗礁區連老漁牧都不敢下網，你拿什麼捕魚？就是，張平川，你要真是去捕魚，那你的魚呢？不會真是空船回來吧？要是沒魚，那這事還真不好說。小川，所以只要我捕到魚，就證明我不是專門去害你的，對吧？你有魚再說。對，打開，讓大家看看。我就不信，今天這麼大的風浪，你還能捕到什麼好魚不成？那就睜大眼睛看清楚。東星鰻還全是活的，我的天，這品相，這可都是頂級貨呀！小川，這些都是你剛才在暗礁區捕的？嗯。現在你還說我是專門去害你的？這不可能！你覺得不可能，那是因為你沒這個本事。想跟着我捕魚也就算了，連暗礁區都過不去，撞了船，反過來倒是怪我了。張平川能捕到這麼多東星鰻，說明人家真是奔着魚去的。張耀芳自己跟着人家撞壞了船，還想賴別人，這也太不要臉了吧！張耀芳他撞壞船是貪心，不是我欠他的。讓開，我還要賣魚。爸，就這麼算了？怎麼可能？今天暴雨，附近的魚販早就已經走了，只剩下劉麻子還在這收魚。他本來就跟張平川有仇，我還提前交代了幾句，一會兒肯定會壓他的價。哼，抓來一船極品東星鰻，結果賣不了多少錢。我看張平川一會兒還嘚瑟什麼？仙兒，這批東星布品相確實不錯啊。劉麻子，你又想幹嘛？
当然是收鱼啊！这鬼天气，附近的鱼贩子早都走了，整个码頭就只有我能收這貨了。這確實，你能出什麼價？魚是好魚，不過可惜天氣不好，路上運輸要是出了問題，這批東星標就不值錢了。這樣吧，我出1萬，全收了。1萬，劉麻子，你這價壓得也太狠了吧！老子出錢收，給你叫什麼？有本事你來收。劉翠蘭，今天這天氣能賣1萬塊不少了，別到時候魚死了，1萬塊都賣不到了。張平川，聽見了沒？你這一船東星斑只能賣1萬塊。我什麼時候說過這魚要賣給劉麻子了？你不賣給我，還能賣給誰？我已經聯繫過城裡的蘇老闆了。裝的還挺像。這麼大的暴風天，蘇老闆要是能親自跑一趟來收你的貨，老子跟你姓。就是，張平川，蘇老闆怎麼可能會給你這個毛頭小子面子？劉叔，我看他就是想抬價。張平川，老子告訴你，一會兒時間長了，這批東星斑要是嘎了一條，你連1萬塊錢都別想拿到。還真是城裡的蘇老闆。蘇老闆真的來了。張老闆，東星波破在哪兒？快給我看看。在這兒。好魚。這批東星梅比你電話裡面說的都還好。那當然，我第一次主動找蘇老闆合作，肯定不能騙你。蘇老闆，這批東星斑確實是好貨，可今天這天氣，路上運輸風險太大了，要是高價收了，你可要虧了。你在教我做生意？張先生上次賣給我的金貝大黃魚，幫我解決了酒店的大問題。就算這次路上運輸有什麼風險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張先生，這批東星毛我按照最高市場價800元1斤，全收了，現在就能稱重，立結。蘇老闆，暴雨天還讓你親自來碼頭收貨，你就按照正常價給我就行，用不着您承擔損耗，還給最高價。貨值多少，我就給多少，從不壓價。蘇總，3個水箱稱完了，一共103斤，總計82400元。什麼？這麼多？劉麻子，剛才還只給這批東星藍出價1萬，真他娘的黑！這劉麻子平時沒少壓價，和同村人都坑。老子他娘的不賺錢，我看你們誰敢繼續說閒話？信不信？老子讓所有魚販子都不收你們的貨了！湊個整，83000元，一點點。蘇老闆給的錢不用點。對了，蘇老闆，這兒的情況你也看到了，能不能拜託你一件事，以後也來咱們村的碼頭來銷貨？張平川，你什麼意思？我只是請蘇老闆以後來長期收魚，礙着你什麼事兒了？你只要出價公道，鄉親們難道還不賣給你了？你來你們村收散貨也不是不行，只不過不能光是常見的普通魚，要有硬貨。放心，這我能解決。行，不過我最近急缺一批錦繡龍蝦，你能幫我搞到嗎？要是能搞到，我直接給你簽長期供貨合同。錦繡龍蝦這東西可不好搞。也算是我請你幫忙，只要能搞到錦繡龍蝦，價格絕對比市場價高3成。錦繡龍蝦，別人不好搞，但我不一樣，能看清水下。這事兒包在我身上，有把握嗎？等我消息就行。好，張先生，我等你消息。平川，你這可是替鄉親們做了件好事兒，給蘇老闆的酒店供貨，不僅穩定，價格還公道，可比賣給那些魚販子要強了。張平川，你就是這2天走了狗屎運，補到一些好貨，就敢吹牛逼要出海抓秀龍蝦，
真以为自己是東海龙王了不成？就是，张盘川，你真以为大海是你家开的有成？想抓啥就抓啥？张大山，怎么说话的你？一次是运气，两次那就是能力。赵爷，用不着跟他置气。能不能弄到，不是他们说了算。我在村里码头收鱼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谁能抓上来锦绣龙蝦。就你一个刚捕鱼几天的人，凭什么敢说这种大话？刘麻子，你刚才赌输了，不是说要跟我姓吗？这么快就又着急想跳出来了？刚才说的不算，欺骗性赌员。有本事，你3天之内把锦绣龙蝦给老子抓回来。好，我要是3天之内抓到了锦绣龙蝦，你给我10万，敢不敢赌？可以。要是你没抓到，你给老子10万。小川，这是不是赌得太大了？是啊，小川，3天时间太短了。对，平川，你用不着跟刘麻子打赌注。放心，我敢打赌，就是有信心。刘麻子，记得准备好钱。就怕你到时候跑了。赵爷，走，我们回去。呸！小兔崽子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龙王了。老子他妈的，让你这几天连海都出不去。妈，哥哥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淼淼，你一个人在家接了多久的水？没多久。哥，淼淼厉害吗？一个桶都没让他溢出来。都怪妈没用，让你一个小孩子在家里受这个罪。妈，别哭。儿子，我賺到錢了，以後這個家我來扛。等明天雨一停，我就請人來先把房子修了，然後就買塊地，咱們蓋座新房。哥，真的嗎？到時候淼淼是不是能有自己的房間？對，到時候把朝海的房間給你。等到明年你上學了，就能一邊看海一邊做作業了。小川，你先陪淼淼，我去做飯。二海，你看見了嗎？小川真的長大了。什麼？你說張平川那個小畜生今天出海又賺了8萬多？沒錯，爺爺，他還害得我把家裡的船給撞沉了。家裡全靠着那艘船出海捕魚掙錢，撞沉了。往後家裡面日子還怎麼過？老大，沒有船不是個事兒。那小畜生肯定會把錢給劉翠蘭，他心軟，你去找他要幾萬塊錢買艘船。幾萬塊？連個帶活魚艙的船都買不起，你還挑剔上了？爹，上次張平川那小子賺到錢，我們又不是沒去要過。當着你面都敢動手，我可不去了。我這裡還存了點老二給我保管的錢，你們先拿去買條船。記住，這次可別再撞了。謝謝爹。張叔，都在啊。陳村長，你怎麼來了？今晚上碼頭的事情，大山應該跟你說了吧？劉麻子能在村裡收魚，是我跟城裡合作談的合作。張平川那小子，要是把蘇清月給弄到村裡來，那就是砸我的生意。沒錯，要真搞成了，那以後村裡面的人估計都聽到張平川的了。我要是沒記錯的話，分給張平川的那條破船，船證還在你們手裡吧？對。分家時合同雖然寫了那艘舊船給他用，可船證在你們手中。明天，只要你們不把船證拿出來，我就能用這個借口將他的船給扣在碼頭。還是陳村長有辦法。沒了船，我看那小子怎麼出海抓錦繡龍蝦。那萬一有人借船給他呢？
我这個村長都發話了，我看誰敢借給他。這件事兒要是辦好了，你們家在村裡支的魚攤，往後村裡就不收攤位費了。趙爺爺，今天我還要出海捕錦繡龍蝦，我家裡修房子的事兒就拜托給你了。放心吧，小川，家裡有我盯着在。都不用盯着。平川，你这開200塊錢一天的工錢，管飯還有肉，我保證把房子給你修的跟新的一樣。是的，平川你就專心去抓龍蝦，好把那個劉麻子趕出碼頭。這些年不知道他黑了鄉親們多少錢。好，多謝大家了。媽，妹妹，那我去碼頭了。注意安全。周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早上碼頭那邊派人來查船，說你這條船手續不全，暫時扣押不准出海。我昨天都還能出海，怎麼今天就說手續不齊，不讓出海了？我找他問清楚去。張平川，別白費功夫了，你這船沒得船證，出不了海的。這事兒是你們搗的鬼。哼，話可別亂說。碼頭能出海的船，都是登記造冊有船證的。你這破船有船證嗎？張平川，你不是能耐嗎？不是要抓錦繡龍蝦嗎？現在船都出不了，我看你拿什麼抓？這船原來能出海，肯定是登記了，差的船證是不是在你們那兒？沒錯，是在我這兒。張大山，分家的時候合同寫得清清楚楚，這艘船歸我，你現在趕緊把船證還給我。你說給你就給你，分家合同上的確寫得清清楚楚，這艘舊船歸你，可又沒寫船證歸你。張平川，就這，你那死人爹還非要給你送去上大學，到頭來還不是跟個廢物一樣，連海都出不去。敢說我爸找死是不是？給我住手！張平川，你還想動手打人不成？我告訴你，你跟劉麻子的賭約還在，哼！可你這幾天連海都出不去，我看你怎麼抓錦繡龍蝦。別到手，連你這幾天剛賺的錢都賠進去了。你以為鎖我一條船就能阻止我出海了？不然呢？聽說你還在修你家那個漏雨的破房，你還能有多少閒錢買船不成？至於借船，我看誰有膽子借給你。平川啊，不是鄉親們不想借你船用，是村主發了話，說誰要敢借船給你，以後就別想用村裡的碼頭出海了。沒事，周叔，我沒打算找你們借船。出海的人得有一艘屬於自己的大船。屬於自己的大船？張平川，你是沒睡醒吧？你知道一條12米能跑近海的鐵船要多少錢嗎？最少都要20-30萬。你有這麼多錢嗎？耀芳，你別這麼說，人家現在可是跟城裡大老闆做生意的人，說不定人家大老闆一高興，真賞他一條船呢。這船我會靠自己買。行啊，那我們就在碼頭等着，看你張平川能不能買回來一條大船。張平川，別到時候買不回船，不好意思回來啊。想用一條船就不讓我出海，沒那麼容易。張先生，錦繡龍蝦這麼快就搞到了？蘇老闆還沒，村裡用船證把我的船扣在了碼頭，我沒有船，沒辦法出海。他們這是怕你抓到了錦繡龍蝦？對，所以我想買一艘自己的船。你想要買多大的船？帶起網機跟活水槍的12米鐵船。這種船不便宜，不過城裡的造船廠跟我有些關係，我可以談到30萬以內。如果你缺錢，我也可以借錢給你買。蘇老闆，你就這麼信我？我信的是你的能力。
能连續2天搞到這種頂級海貨，靠的從來不是運氣。我手上還有10萬，蘇老板，差的錢我給您打欠條，算是我找你借的。等我捕到錦繡龍蝦，這錢直接從貨款裡扣。好，沒問題。你去城裡造船廠等我，我一會兒去給你送錢。就是你來買船？先說好，我們這兒的船可不便宜，不是几萬塊就能買的。我知道，我想看看12米的鐵船。12米的鐵船，這種捕魚配置搭全，至少都要30萬往上。你確定要看？對。最好你一會兒付得起錢。這艘老款翻新船是我們這兒最便宜的了，馬力足，起網機跟活水塘都有，只賣30萬。看得懂嗎？不懂就別裝行家，想要就趕緊付錢。我是來買新船的，你拿艘事故船糊弄我？胡說什麼？你一個乡下來的漁民，別想胡搅蠻纏的砍價。怎麼，你賣我事故船還有理了？我们厂的船都是經過廠裡查驗過的，手續齊全，哪裡來的問題？那你敢把船底發動機拆出來給我看看嗎？買不起就買不起，少在這誣陷我們造船廠！一條事故船敢賣我30萬，你是想拿我當冤大頭嗎？你誣陷誰呢？要是嫌貴買不起，你可以滾！你們造船廠就是這麼賣船的嗎？哼，我看你就是故意來挑事兒的吧？保安呢？把這個鄉下的泥腿子給我趕出去，別讓他在這兒影響我們廠的生意。我看誰敢！你誰啊？就敢來給這破漁民撐場子，信不信我讓保安連你一塊趕出去？造船廠銷售部的員工都是你這種素質。周鑫呢？讓他來見我。周廠長日理萬機，是你說見就見的。周廠長，您來的正好，這有2個人在廠裡搗亂。給我閉嘴！大小姐，您來造船廠怎麼不提前通知我一聲？什麼？她難道是蘇董的女兒？蘇老板，這造船廠是你家的？是我爸的。周鑫，你這個廠長就是這麼管理手下員工的？大小姐，我不知道他是您朋友。怎麼？要是我不跟蘇老板認識，你就能拿事故船來糊弄我，賣我30萬？那條船真是事故船。是。周廠長，你要是管理不好造船廠，我可以幫你給我爸提離職。別，大小姐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保證以後絕對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。王強，誰讓你這樣做銷售的？從現在開始，你被高產廠開除了。這位先生，這款船我們廠有剛制造出來的新船，您再看看，我保證按照最低價賣給你。張先生，就這款了？可以。不過，蘇老板，新船不用打折了，就按市場價就好。你已經借我錢了，我不能再占你便宜了。沒問題。周廠長，這款新船市場價多少錢？32萬。這是10萬，剩下的一會兒我給。好，我馬上安排手續。張先生，手續都辦好了，船證是造船廠蓋章的，放到那個碼頭都可以正常出海。蘇老板，買船這件事兒，太感謝你了。你放心，我這趟出海，保證給你弄回來錦繡龍蝦。好，我的酒店就等着你這批高檔海鮮了。那我就先開船回去了。不知道這次張平川你能不能給我帶來驚喜？劉哥，怎麼這單價比昨天又低了3塊？今天行情就這樣。可我這一箱魚品相也不差，就1天單價能少3塊。是啊，劉哥，你最近這價也壓得太狠了吧？嫌低，嫌低，你們別賣啊！我告訴你們，這碼頭就我常駐收魚，你們的魚不賣給我，難道還指望着每天都有其他魚販子來收？要是張平川真能跟蘇老板坦誠合作就好了。張平川，
你们还真把那小子当救星了。张平川那小子现在连出海的船都没有，他拿什么去抓锦绣龙虾？就是，还指望张平川，他自己都跑没影了。不是说平川去城里买船了吗？买船，一条大船几十万，他有这么多钱吗？9块钱一斤，你爱卖不卖？那是什么？哪来的新船？船头上的那个人是张平川，是平川！张平川真买船回来了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船？这船少说得30万。就你手里那点钱，能买得起这么大的船？你騙誰呢？船是我開回來的，往後是我在用。你說這船不是我買的，還能是誰的？是你的又能怎樣？你別高興得太早。船想要在咱們村的碼頭出海，就得登記造冊，需要有船證。對，沒有船證，你休想出海捕魚。現在村長不在，沒人給你登記。就算你有船，也沒辦法在規定的時間內抓到錦繡龍蝦。還有2天時間，你抓不到錦繡龍蝦，可是要賠老子10萬的。誰說我不能出海的？張平川，你什麼意思？我有城裡造船廠發的船證，我看你們誰能不讓我出海？真是船證，寫的還是平川的名字，有城裡造船廠的紅章就錯不了。這下手續都齊了。怎麼可能？你剛買的船，證件怎麼可能辦得這麼快？我舊船船證不在我這兒，你們可以扛，但這艘新船，我看你們怎麼難。張平川，你別得意，有船證能出海又怎麼樣？還剩2天時間，我就不信你能抓到錦繡龍蝦。我明天就出海，能不能抓到錦繡龍蝦，靠的是我的本事。你說了不算。各位叔伯，明早我就會出海去抓錦繡龍蝦，到時候需要有人幫忙放籠、拉網、看活水箱。工錢1000一天，爆倉了還有分紅。願意來的，明早到碼頭集合。還有分紅，我來。平川，算我一個。要是能幫平川把蘇老闆要的錦繡龍蝦搞到，以後咱們就不用被劉法子給壓價了。我看誰敢！我話放在這兒。誰敢跟着張平川的船出海，以後誰的魚，老子一條都不會收。你們可想清楚了，錦繡龍蝦是隨便能抓到的嗎？到時候張平川跟蘇老闆簽不了供貨合同，但是依舊能給他供貨。但你們每天抓上來的魚能嗎？我們每天抓的都是些普通貨，蘇老闆還真瞧不上這些。沒關係，願意相信我的，明早來碼頭就行。劉麻子，記得提前準備好10萬。你別得意。到時候你抓不到錦繡龍蝦，給不上錢，老子拿你妹妹抵賬。放心，這個賭約我不可能輸。哥，你真買了一條大船？真的。比爸爸當時買的船還要大嗎？大很多。等以後不忙了，哥帶你坐船出海玩。小川，你跟媽說實話。那船應該不便宜吧？你哪來的錢？30萬，我自己出了10萬，還有20萬是蘇老闆借我的。媽，你放心，有了這新船，這20萬我很快就能還給蘇老闆。小川，媽是怕你把自己逼得太緊。這幾天你已經賺了不少錢了，明天出海注意安全，錢可以慢慢還，但是人不能出事兒。趙叔，咱們是不是來早了？不是來早了，是趕來的人太少了。你們真不打算跟着張平川出海？劉麻子昨天都放話了，真跟張平川出海了，萬一跟蘇老闆的合作沒談成，往後咱們魚賣誰？喲，就這麼幾個人。我說趙叔，你都一把年紀的人了，還跟着張靈川出去瞎混，
我是老了，但是眼还没瞎，看人准得很。行啊，赵德正，你跟着张平川，别到时候饭碗没了后悔。刘麻子，你放心好了，后悔的只会是你。赵爷，走上船吧。张平川，老子看你还能装多久？真以为自己是龙王转世？老子等着你空船回来！3个小时了，别说锦绣龙蝦了，连普通龙蝦都没看到。这锦绣龙蝦果然难找。平川，还没确定在哪儿下龍？別急，再往前面開開。哥，這都多久了？平川一個蟹龍都還沒下，你說這趟會不會空軍？這錦繡龍蝦確實不少找，白跑幾趟也正常。不過，平川前2次出海都能捕到那麼好的魚，我是信他。快，朝那邊開！終於找到了，這下面全是錦繡龍蝦，還有那顆會發光的珠子，好像在吸引我。停船，就在這裡下龍。平川哥，這片海域好像從來還沒有人下過龍，別人沒有，不代表這裡沒有錦繡龍蝦。都聽平川的，趕緊下龍！平川，這下面真有錦繡龍蝦。等籠子拉上來，你們就知道了。收攏！全是錦繡龍蝦，全是錦繡龍蝦！我出海這麼多年，還是第一次見這麼滿的龍，還是錦繡龍蝦。跟着平川哥出海真沒錯。等到回碼頭了，我看劉麻子還囂張什麼？平川，你這眼裡厲害，我就說不會看錯人的。趙爺，你就別誇了，先趕緊分揀入艙。我去海底看看。好。找到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什麼東西。好強的珠子，這珠子在幫我變強，我現在能看清10公里的海底了。那往後再找魚，就再也不用跟今天一樣大海撈針了。藥方，今天收穫咋樣？不錯，足足有100多斤鮑魚。對了爸，這天都快要黑了，張平川那小子還沒回來。他一個新手，剛買條船就敢去抓錦繡龍蝦，說不定都在海上迷路了。我早說了，錦繡龍蝦要是有那麼好抓，還輪得到他張平川發財？走了狗屎運，抓了幾次海活，還真以為大海是他家來的了。收攤吧，還說等着看張清傳的笑話，這個點都沒回來，估計也是空艙。蘇老闆來了，還帶了冷鏈車。喲，蘇老闆，你還真來了。不過張平川這個點還沒回來，8成是空船沒臉回來了。你覺得我會帶着冷鏈車白跑一趟？難道張平川真抓到了錦繡龍蝦？藥方，這張平川那小子忽悠忽悠蘇大老闆也就算了，連你也信？這海裡都不一定真有錦繡龍蝦。張平川那小子怎麼可能出去一趟就能抓到？沒錯，我估計頂多就是張平川沒抓到錦繡龍蝦，路上隨便抓了點其他貨。要是真糊弄蘇老闆，那合作就徹底黃了。合作？做夢！這碼頭往後還是老子說了算。話別說太滿。行，張平川今天要是真帶錦繡龍蝦回來，我當場把這收貨攤砸了。是平川！哼，老子今天倒要看看這張平川抓沒抓到錦繡龍蝦。平川，抓到錦繡龍蝦了沒？就他，
我估計连錦繡龙蝦的影子都没看到吧？少爺，開倉。錦繡龍蝦，真是錦繡龍蝦，一整倉啊！不可能，他真抓到了。这批錦繡龙蝦不仅品相很好，活性也很足。张先生，这批貨我比市场價高30%來收。蘇老闆，用不着，就按照市場價給我就行。不過，咱們之前說的合作還算數嗎？當然算數。從今天開始，只要張先生牽頭，這個碼頭品質只要沒有問題的活貨我都收，價格按市場價走，絕不壓價。真的？我蘇清月做生意，說話算話。太好了，以後不用再被劉華子壓價了。平川真把合作談成了。劉麻子，錦繡龍蝦我抓回來了，10萬賭注，你是現金還是轉賬？什麼10萬？誰跟你賭了？劉麻子，你當時可是在碼頭當着大家的面跟平川打的賭。我說了嗎？誰聽見了？有字據嗎？沒有字據，就少給老子扣帽子。劉麻子，你這也太不要臉了！剛才還說張平川抓不到，現在真抓回來了，你就不認賬？老子不認，你們能拿我怎麼樣？不給錢也行。大家都看見了，劉麻子打賭不認，收貨壓價，還拿不收魚威脅大家。從今天開始，我和蘇老闆合作收貨，願意把好貨賣給我們的，價格公開，現結。至於劉麻子，以後就別在碼頭收貨了。張平川，你算什麼東西？碼頭收貨輪得到你說了算？我同意，你壓了我們這麼多年價，現在又說話不算話，以後我的魚寧願賣給平川，也不賣給你。我也同意，有蘇老闆收貨，誰還賣給你？就是你沒信用，還壓價，我們憑什麼給你供貨？我們憑什麼繼續給你供貨？你們可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以前沒得選，現在有平川和蘇老闆，哼，誰還受你的氣？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用，而你剛好沒有。10萬你可以賴，但這個碼頭以後沒人賣給你貨了。張平川，你給我等着！丟人現眼的東西！少爺，別管劉麻子了，先下貨。張先生，這批錦繡龍蝦5斤以下我1200一斤，5斤以上的按只算，給你湊個整，總計68萬。68萬，出趟海賺這麼多錢？蘇老闆，你以後叫我名字就行，往後合作的機會還多，你一直這樣喊我，聽着有點別扭。行，那我跟他們一樣叫你平川。沒問題，68萬，扣掉找你借的22萬，還剩下46萬。一趟海賺68萬，賺了2艘船的錢，我果然沒看錯你。46萬還是老規矩現結，這批貨拖不了，我就先運走。合作的事情，明天你來酒店找我，我們簽合同。好。趙爺，這是今天的報酬跟分成，每人1萬。平川，我就給你在船上下下網，用不了這麼多錢。是啊，當初說好了有分紅，這錢就不能少你們的。而且我一趟都賺了68萬，還差你們這幾萬塊錢。我原來捕1個月魚都賺不到這麼多錢，謝謝平川哥。1萬，早知道我當時也跟平川一起出海了。沒事兒，往後我給蘇老闆供貨，還會多買些船出海捕魚，成立一個船隊，大家要是願意來，都可以來。我願意。平川又是幫我們打開銷料，又是帶我們出海掙錢，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感謝你了。那就到時候一起好好幹。平川，主要需要的普通魚貨上面我都列清楚了，每2天我會派人去你們村碼頭取貨。至於高檔魚貨，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沒問題。不過蘇小姐，清單上沒有的品種，
你们要吗？只要是市场上有卖的品种都行。我名下除了这座海鲜酒店，还有一座生鲜商场，到时候我可以送到其他地方去卖。那就太谢谢苏小姐了。乡亲们，我第2艘渔船买回来了，船队也成立了。以后只要大家愿意，都可以来我这里出海捕鱼。我张平川保证，比你们自己捕鱼賺的要多。平川，我要報名，我也要報名。大家都去找趙爺報名，這次先招8人跟我一起出海，剩下想要報名的登記，我保證1個月內再添2艘漁船。清月，那我就先帶人出海了。好，我晚上到碼頭等着你包艙回來。雨太大了，先躲躲雨，晚點再搬。平川，你先讓人都去躲會兒雨。趙爺，先別搬了，躲會兒雨。趕緊擦擦，回去洗個澡吧，別一會兒着涼了。好。清月，這雨一時半會兒應該不會小太多。不行，你跟我回家一起吃口飯。媽，哥哥帶了一個漂亮姐姐回來。小川，這位是？媽，這位就是我給你說的城裡酒店的蘇老闆。要不是他當初借我錢買船，我真可能被劉麻子他們給卡死了。蘇老闆，多謝您前段時間幫我家小川。您先坐，菜馬上就好。姐姐，你長得這麼好看，是哥哥的女朋友嗎？淼淼，好好吃飯。蘇姐姐只是你哥哥的合作夥伴，別亂說話。可哥哥，你從來沒有帶過別的姐姐回家吃飯啊？好好吃飯。淼淼，你是不是晚上沒有喝藥？淼淼，這是什麼病？這孩子從小身體就弱，醫生說好像是哮喘。原來沒去大醫院瞧，是沒錢。現在有錢了，我明天就帶淼淼去大醫院檢查。最好不要等明天，我認識一位城裡的肺科專家醫生，現在就能帶淼淼去治。這麼晚，沒有去城裡的車了。沒事，阿姨，我開車來的。清月，謝謝了。淼淼睡着了嗎？已經睡着了。清月，今晚上太謝謝你了。那你想怎麼感謝我？往後酒店想要什麼海貨，你給我說，我保證給你弄來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爸，你怎麼還沒睡？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臨時有點事兒，送了個朋友的妹妹去醫院。清月，你什麼時候都學會說謊了？我沒有。最近的事兒，別人都給我說了，你好歹也是我蘇振邦的女兒，整日跟一個魚販子混在一起，像什麼樣子？爸，這怎麼了？我酒店的高檔魚貨，全部都是張平川送來的，他靠自己的本事賺錢，你怎麼還瞧不上他了？他再能幹，歸根到底也是一個魚販子。我蘇振邦的女兒是絕對不能跟這種人扯上關係的。爸，別說了，我已經答應了韓家的聯姻，晚點挑個好日子，你就跟韓家的韓若風成親。爸，韓若風就是一個花花公子，他什麼樣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這不是把我往火坑裡推嗎？這件事沒有商量的餘地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想跟韓家合作，可商業合作也用不着拿女兒去換吧？爸，我實話跟你說了，我是不可能跟韓若風聯姻的。你想要蘇家更上一層樓，我自己就能做到。現在酒店我經營得很好，未來我也會把蘇家經營好的。你給我閉嘴！你以為金城大酒店生意這麼好，靠的是你嗎？沒有蘇家的幫助，
這酒店什麼都不是。是吗？那好，那你別幫我了。要是我能把酒店經營好，往後你就別再插手我的婚姻自由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等你来求我。苏总，出事了！刚才跟咱们酒店有合作的几个供货商，都突然打電話說不再跟我們進行合作了，並且讓我們立馬將拖欠的貨款給他們結清。海貨、酒水、蔬菜全部都停了，全停了。蔬菜、酒水這些都好解決，無非就是比原來的合作價要貴一些。我銀行卡裡面還幾百萬，你先拿出去把拖欠的貨款全部結清，剩下的事情我來解決。好的，蘇總。清月，怎麼大清早就給我打電話了？平川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說。這段時間酒店欠你的貨款，能不能晚點結？沒關係，貨款我不着急。你突然開這個口，是遇到什麼麻煩了？我爸為了逼我跟別人聯姻，讓合作商停掉了所有跟酒店的合作。只要撐過這個月，等酒店幾筆回款進來，財務應該就能周轉了。好，以後我給酒店供貨，貨款都可以先記賬，等你周轉開了再說。這怎麼行？你剛買了艘新船，手上應該沒有多少錢了。放心，還夠。當初我沒錢買船，是你幫了我，這次換我幫你。酒店海貨應該都缺吧？明天晚上記得來碼頭拉貨。謝謝。又是大滿倉啊！小川，你跟蘇老闆聊，我先帶人去裝貨了。好，趙爺。這麼多？想着你缺貨，我把船艙裝滿了才回來。別你的冷鏈車一會兒裝不下了。你這樣幫我，萬一酒店這個月撐不過去，你的錢也沒了。我既然答應幫你，就一定會幫你撐過去。謝謝。我說堂堂蘇家大小姐怎麼親自跑到碼頭來了？原來是跟一個魚販子膩歪在一起。韓若風，你來這兒幹什麼？我當然是來找我未婚妻的，順便也想看看究竟是什麼人，敢搶我女人。你嘴巴放乾淨點兒。知道我是誰嗎？你一個臭魚販子敢這麼跟我說話？我管你是誰，欺負清月都不行。還挺能裝。京城大酒店都快要破產了，你以為靠這些垃圾水貨就能翻盤？清月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跟你沒關係。好，挺有骨氣啊！從明天開始，韓氏水產所有海鮮給酒店供貨價格全部降價30%。我看還有誰去你們京城大果店消費？蘇清月，現在後悔還來得及。你休息。行，你不是會捕魚嗎？我倒要看看你一個鄉下魚販子能不能救得了他。能。你能降價，是因為你的貨普通。普通？真正頂級的海鮮，從來不靠便宜招客。嘴倒挺硬。等京城大酒店沒人去的時候，我看你還怎麼裝。平川，你這麼說，難道你有辦法？他想用便宜海鮮搶客人，那我們就讓所有人知道，什麼才叫真正的頂級海鮮。什麼意思？韓若風能降價，是因為他賣的是普通貨。我們要做的，是讓所有人看到，京城大酒店有他拿不出的東西，辦一場京城頂級海鮮宴。海鮮宴？邀請城裡的老客戶、大老闆、美食達人，還有你父親和韓若風。連韓若風也請？請。他越想看你笑話，就越會來。到時候，我會拿出真正鎮場子的活貨。讓所有人知道，京城大酒店靠的不是低價，是別人拿不到的頂級海鮮。好，我聽你的。
韩少，京城大酒店送来的邀请函，说3天後要舉辦京城頂級海鮮宴。哼，頂級海鮮宴，就憑蘇清月和張灵泉那个乡下鱼贩子，听说他們還請了不少老闆和美食達人。正好，去準備韓式水產最貴的進口海鮮。3天後，我親自去。韓少是想現場比貨？不是比貨，是砸場子。想靠一場宴會翻盤，那我就當場把京城大酒店的招牌給砸了。3天後，京城大酒店要辦頂級海鮮宴。今晚我們出遠海配貨。平川哥，這幾天風浪大，遠海太危險了，而且頂級海貨不是想抓就能抓的，萬一空船回來，宴會怎麼辦？平川，這趟不能硬來，遠海暗流多，夜裡更不好下網。我知道危險，可韓若風已經把話放出去了。3天後，他一定會來砸場子。所以你想拿真正的頂級活貨壓他？我跟你去，平川哥帶我們賺過錢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這趟要是成了，咱海龍灣船隊也跟着出名。上船，出海！左邊交動，下龍蝦龍。這裡水深，籠子容易被暗流捲走，繩子加重墜，別鬆手。暗流上來了，穩住，收第一籠。這麼大的錦繡龍蝦，比上一次的還大。別停，右前方30米，下龍。第2艘船往東邊撒小網，第3艘船別靠太近，網要從外圈圍。有貨，好多蝦，紅珊瑚蝦，那可是高端宴席才用得上的東西。這麼大的帝王蟹，滿了，水箱快滿了。不要急死，分開養，全部打養。平川，這批貨一進京城大酒店，韓式水產拿什麼比？3天後，我要讓韓若風親眼看看，他所謂的高端海鮮，在真正的活貨面前，什麼都不是。全都是活的。這麼多頂級海貨，這哪是供貨，這是把遠海搬來了。蘇總，我馬上讓後廚準備處理。先別動，不處理，宴會晚上就開始了。今晚他們最大的價值，不是先做成菜，是讓所有客人親眼看到他們是活的。你是想先展示現貨？對，韓若風一定會來踢館，他越想鬧，越是在幫京城大酒店把名氣打出去。好，按你說的辦。爸，這就是你說的頂級海鮮宴？是。我倒要看看離開蘇家幫扶，你能不能撐住這個場面。我會證明給您看。你就是張平川？是。清月把這麼大的局壓在你身上，你最好別讓他輸得太難看。他不會輸。韓式水產的人也來了，這是要當場比貨啊！各位，今晚別被噱頭騙了，真正的高端海鮮還得看韓式水產。一個鄉下魚販子也敢稱京城大酒店的頂級招牌。韓若風，你要是來參加宴會，我歡迎你；要是來鬧事的，那還請你出去。蘇小姐，我怎麼能是來鬧事的呢？我只是怕大家來你這兒消費花了冤枉錢。既然你們說自己是頂級活鮮，那就別藏着了。張平川，敢不敢現在掀開給大家看看？怎麼，不敢掀？急什麼？既然韓少帶了貨，不如先讓大家看看韓式水產的本事。打開，個頭確實不小，韓式水產還是有東西的。看見了嗎？這才叫高端海鮮，進口帝王蟹、藍龍蝦都是韓式水產最好的貨。貨是好貨，可惜活性一般。你懂什麼？長途冷鏈過來的，能活着已經不錯了。真要上桌，鮮味差一截。他說的沒錯，這蟹動得確實慢，藍龍蝦也沒什麼勁兒。說的好聽，你們的貨呢？大家今晚來的目的，就是看真正的頂級活鮮。掀開。
这么大的锦绣龙蝦，帝王蟹也是活的。这东星斑品相太好了，刚出水的状态才有这种颜色。这些货都是他弄来的。不可能，这种货，你一个乡下鱼贩子怎么可能拿得到？你拿来的是海鲜样品，我带来的是今晚能上桌的活货。韩若风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今晚这趟没白来，光看这些活货就值了。金城大酒店这招太厉害了，先看现货再上桌。鱼肉鲜甜，完全不是冷冻货能比的，这才是顶级商务宴该有的东西。苏总，王总刚才续订了下个月3场高端宴席，还有2个客户也要谈长期合作，我们撑住了。还不够，要让他彻底输。苏清月，就算今晚让你撑过去又怎么樣？没有韩氏围产，你的酒店遲早還得缺貨。京城大酒店以後有海龍灣船隊供貨，你真要為了一個魚販子跟韓家撕破臉？我不是為了誰，我不會嫁給你，也不會拿京城大酒店當聯姻籌碼。蘇叔叔，你就讓他這麼胡鬧？今晚是你輸了。蘇叔叔，京城大酒店的事，以後清月自己做主，我也不再逼他聯姻。爸，生意上你贏了，可你配不配站在清月身邊，我還要再看。蘇總，昨晚宴會後，高端宴席預訂全回來了，還有幾位老闆想指定海龍灣船隊供貨。這次多虧你了。是京城大酒店本來就該贏。海龍灣船隊的供貨能力，昨晚我看見了。京城大酒店可以和海龍灣船隊舉行正式合作儀式，不是掛牌，是公開承認你們的供貨能力。爸，你同意？我同意合作，不代表我完全認可他。我會用事實證明。張老闆，新房這2天就能收尾了，您有空回來看看。新房快好了？答應我媽和淼淼的事兒也該兌現了。出事了，蘇家要跟張平川的船隊辦正式合作儀式。蘇家？張平川真搭上蘇家了？聽說京城大酒店現在高端宴席全靠他的船隊供貨，這個小畜生真要發大財了。他靠什麼起家的？還不是靠咱家分給他的舊船？爸，不能讓他一個人把好處全佔了。船隊收益必須有咱們張家一份。他現在發達了，也不知道回來看看我這個爺爺。到時候你跟我們一起去，他要是不認你，你們就當眾說他不孝。沒錯，他不是要在蘇家人面前封我，那我就讓蘇家看看他張林山是個什麼白眼狼。小川，媽第一次見這麼大場面，心裡發慌。媽，今天是咱們船隊的好日子，您安心坐着。阿姨，淼淼，我給你們留了前排位置。謝謝姐姐。能把合作儀式放在碼頭，倒是比在酒店裡更實在。海貨從這裡出發，也該在這裡被大家看見。我是蘇氏集團的董事長蘇振邦，今天在這裡正式代表蘇氏集團跟龍王灣船隊簽署合作。張平川，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！你們來幹什麼？大家都看看啊！張平川現在發達了，搭上蘇家了，就不認我們這些親人了。他靠我們張家的舊船起家，現在船隊賺錢了，卻一分錢不給張家。這些船隊也有張家一份，我進來當個管事，不過分吧？今天是合作儀式，不是你們鬧事的地方。蘇小姐，你別被他騙了，他爺爺還在這兒，他現在發達了，連爺爺都不管，還配跟蘇家合作？你要是不認張家，我今天就讓所有人知道，你這個蘇家的合作方是個不孝不義的白眼狼。
怎么，不敢说话了？妈，把东西拿出来吧。这是你们当初逼我签的分家合同。旧房旧船归张平川一家，两家各过各的。我爸刚死，他们要分家也就算了，还只分给我们娘仨儿漏风的旧房和一艘破船。我可以替我爸给爷爷养老，这是孝话。但你们想借亲情分我的船队收益，这是吸血。我能作证，平川这一路怎么过来的，我们码头的人都看着。肖大夫，这有你什么事儿？怎么没我的事儿？当初你们分家吃绝户，逼他娘仨住破房，这事全村都知道。刘麻子上门欺负他妈和妹妹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村里卡他船证，不让他出海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儿？现在平川把船队做起来了，你们就跑来认亲，要分红，要管事，哪有这樣的道理？這不是親戚，這是來摘桃子的吧？分家時感人，發財了又來認親，太難看了。你們都被他騙了，他就是靠張家的舊船起家的。要不是張家的舊船，他張平川能有今天？當初你們說這船破的不能下水，分給我自生自滅。現在我靠他翻身了，又成了張家的功勞。大山，別鬧了，爹，還嫌不夠丟人嗎？我以前只覺得你是個運氣好的漁民，現在看來你有底線，也有本事。張平川，我以前看錯你了。清月跟你在一起，我不反對。小川，媽真沒想到，咱們也能住上這樣的房子。哥，我的房間好大，還有書桌。媽，苗苗，我說過會讓你們過上好日子。你爸要是看見，也能放心了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做到了。嫂子來啦！苗苗，別亂喊。你又沒說不讓喊。清月，快進來坐。爸，張平川喬遷，我這個做長輩的總該來看看。蘇叔叔，房子不錯，家也像個家了。以後，清月要是受了委屈，我還是不會放過你。不會有那一天。我爸那天在碼頭說不反對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呢？有沒有答案？以前我只想讓媽和淼淼過上好日子，現在我還想陪你把京城大酒店做到最好。只是酒店？還有你，以後我們不只是合作夥伴。平川出海了！當初他們給我一艘舊船，卻不知道這艘舊船給了我整片大海。